世界正在变老啊，而我们正在失去未来。一场悄无声息的人口危机正在席卷全球，从东京到首尔，从巴黎到纽约，年轻人越来越少，婴儿也越来越稀有。教室正在变成养老院，游乐场变得冷冷清清。我们总以为人少了，地球就能喘口气，却忽略了真正撑起社会前进的不是人多或人少，而是人年轻。当生育率持续崩塌，年轻一代逐渐消失，受到冲击的不只是经济增长，更是创新力、文化活力、社会公平，甚至是人类对未来的想象力。这不是一场遥远的危机，而是一条我们正在奔跑其上的轨道。而真正问题的是，我们有没有勇气改变它？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敏感，点个赞，点个订阅，支持一下。而印度的人口却在迅猛增长，从 3.5 亿飙升到14亿，在2023年甚至超过了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可现在大部分印度家庭故事正在成为人口增长转变的一个缩影。上世纪中期，印度每个女性平均生育6个孩子，现在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2。不止印度，放眼全球，生育率都在急剧下滑。从1950年到2021年，全球的平均生育率从 4.8 跌到了 2.2， 美国女性平均只生 1.6 个孩子，日本是 1.2 个，韩国更夸张，只有 0.75 个。虽然现在全球人口还在增加，但这只是现在。人口学家预测，到本世纪末，人口总数将达到顶峰，接着就会走下坡路。我大概率是等不到那一天了，但或许我以后的孩子们很可能会亲眼目睹这个转折点，然后面对人口悬崖的冲击。那这到底是危机还是转机呢？有些人可能觉得这是件好事，人口少了，碳排放自然也就少了，资源就不会那么紧张，房价可能会更友好，工资也可能因为劳动力稀缺而上涨，听起来都挺不错的，对吧？可惜现实远没那么理想。要解决气候变化，最关键的是快速脱碳，我们得尽快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转向清洁能源。如果做不到，未来注定是一场灾难。不管人口多少都无济于事，但如果我们能成功控制碳排放，那多一些人也无妨。更重要的是，气候问题和人口问题根本不是一个时间线，气候危机就在眼前，未来几十年里就需要迫切得到解决，而人口下降的严重后果则可能要等到下一世纪才真正显现。指望通过少生孩子冷却地球，根本帮不上我们现在的忙。反过来说，如果生育率继续下跌，年轻人越来越少，那才是真的麻烦大了。毕竟推动环保政策、发展绿色科技，靠的正是这些年轻一代，他们是行动派，也是创新者。而一个老龄化加剧、年轻人锐减的社会，会越来越缺少这样的推动力。这就点出了问题的核心，我们正在失去年轻人。想象一下，未来的学校被改成了养老院，医院人满为患，而孩子们的游乐场却空无一人。这种人口结构的剧烈倾斜，不只影响经济或创新，它将改变整个社会，从文化到进步，从教育到医疗，没有任何领域能够幸免。我们来看看最典型的例子，社会保障制度。很多美国人以为社会保障就是一个给自己攒养老金的账户，其实并不是。它的运作方式是你养我老，有限制的在职人员积税，用来支付已经退休的人的生活。这个系统之所以能运转，靠的就是代际之间的平衡。年轻人多，老年人少，税收才能覆盖得了。可如今人口老龄化来了，年轻人越来越少，退休的老人越来越多，这个系统就像一座超载的大桥，随时都可能崩塌。但问题远不止社会保障，它正慢慢侵蚀整个社会的根基。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意味着政府的税收跟着缩水，而与此同时，大家对教育、医疗、公共安全这些公共服务的需求却在不断增长。我们手里的蛋糕本来就不大，现在需要切得更多，怎么够分呢？尤其是在医疗方面，挑战更大。人们活得更久，意味着晚年患病需要照顾的时间也更长，但偏偏愿意从事护理、医疗等工作的人却在减少。那些最脆弱的群体，
老人、残障人士、贫困人口将首当其冲，承担最沉重的代价。说到底，一个社会要有活力，离不开年轻人，是他们推动经济增长、引领科技创新、打破老旧观念、创造新文化、推动社会进步。他们更敢想、更敢做、更乐于冒险，也更容易接纳新思想，想象一个不一样的未来。所以，当我们在谈论生育率下降这个问题时，实际上是在哀叹那些让社会前进的力量正在慢慢消失。很多人会说，那就靠移民嘛，让更多年轻人进来，不就补上了吗？听起来好像挺合理的，但其实远没有那么简单。移民确实能够减缓人口下滑的速度，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移民虽然比本国平均人口年轻，但终究比婴儿年长，而且他们也会变老。更关键的是，移民不是无限的资源，全球都在面临生育率下降的问题。当富裕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输入年轻人时，往往也会输出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如高压、昂贵的育儿成本和低生育的意愿。结果，这些移民在新国家里也会慢慢变得不愿多生。我们的父辈和自己这辈就是最好的例子。再到我们这一代，孩子就更少了。当然，我们可以尝试从别的方法缓解冲击，比如延迟退休年龄，让人们多工作几年，投资医疗技术，减少老年病患，提高健康长寿，推动医疗自动化，让机器人承担部分护理任务，缓解医护短缺。我们甚至可以想得更大胆一些，推动税制改革，让富人多计税，提高国家财政收入，用来支撑医疗、教育和社会福利体系。这当然不容易啊，毕竟历史上的改革尝试大多无果而终。但也许考虑到老年人投票积极，说不定有一天能形成足够的政治共识来推动改变。不过说到底，这些方案都只能算是补丁。一个不断变老、不断缩小的社会，它带来的挑战不是几个政策小修小补就能解决的，这是一次深层的结构性变化。它将重塑我们的经济、文化、社会运作方式，甚至重新定义我们如何理解未来。人口增长其实一直是经济增长背后的发动机，人多意味着劳动力多，消费者多，创新的机会也多。当人口规模不断扩大，规模经济才能发挥作用，效率提高了，财富才能滚雪球式的增长。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勇于创业，乐于接受新科技，也更善于推动生产力的提升。哪怕是在一些人口总量不大的国家，只要年轻人占比高，社会依然能保持旺盛的经济活力。但现在新生儿越来越少，我们不得不面对一连串连锁反应，劳动力短缺，消费力减弱，经济规模难以维持。更关键的是，我们正在失去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年轻人。他们不仅是工作的接班人，更是工作方式的再定义者，不仅参与经济，更在重塑经济的未来。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不只是增长放缓这么简单，更可能是经济负增长的开始。当然，也有人觉得负增长未必是坏事，他们认为这也许能帮助我们应对气候危机或减缓资本主义造成的过度剥削。但这种观念忽略了两个现实：第一，经济增长其实可以和碳排放脱钩，也就是说不必靠牺牲环境来实现发展。第二，更重要的是，负增长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过去几十年，正是经济增长让全球的贫困人口大幅减少，现在一旦刹车，贫困问题势必会卷土重来。也许你会问，那人工智能能不能弥补这方面的缺口呢？ AI 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推动力呢？答案是 AI 或许能帮上一点忙，但人口减少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经济账本的范围。当一个社会人多，联系紧密时，它更有可能产生新思想，重构旧观念，并发展出新的分工和合作方式。这就是进化心理学家亨利奇所说的集体大脑。人口规模越大，这个大脑就越聪明，创新也就越多。而如果人口持续减少，整个集体大脑的容量就会缩水，意味着我们不只是失去了几个好点子，而是可能整个领域都没有人去探索，从基础研究到医学工程，全都会受到波及。新技术固然重要，但如果提出这些技术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技术本身也会越来越难以突破。可以说，年轻人是社会集体大脑中最活跃的神经元。真正颠覆性的创新，往往都来自年轻的研究者和创业者。他们质疑旧观念，打破旧秩序，
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就像在同性婚姻这类议题上，年轻人始终走在支持改革的最前线。如果年轻人越来越少，整个社会的道德判断和政治走向也将变得保守甚至倒退。你觉得我们现在已经被老年人世界统治了吗？别急，未来可能还会更糟。文化方面的冲击同样巨大，艺术、时尚、音乐、电影这些领域一直以来都是靠年轻人来注入活力。想象一下，如果没有60年代的摇滚乐、70年代的好莱坞电影、80年代的街头文化或90年代的嘻哈音乐，我们的世界会是多么寡淡。年轻人的开放、乐观、敢于冒险是推动文化前进的原动力，而一个老龄化社会更倾向于固守旧有，不愿冒险，不愿变革。有些人甚至说，所谓人口危机只是道德恐慌，是人为制造的恐吓。但我要说的是，就算某些解决方案令人反感，甚至是有毒，这并不意味着问题本身就可以被忽略。如果人口持续下滑，人类社会也会随之一步步瓦解，生产力会下降，经济陷入困境，脆弱人群会失去社会支持，创新也会减缓，价值观可能逐渐走向保守和退化。以我自己的家庭为例，我之后可能已经没有后代了，但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留给下一代的世界将充满困境与苦难。我说这些并不是因为我执着于传宗接代。说到这里，肯定有人要问了，既然你这么关心人口问题，那你愿不愿意再多出点力，为人类尽一份责任呢？这句话确实触动我，但我也明白，问题不是靠谁去自我牺牲就能解决的。没有人必须要生孩子，生育不应该是一种道德义务，而真正的答案是，我们需要共同打造一个让人们既愿意生孩子，也真正能够养得起孩子的社会环境。这就要求我们正视现实中生育带来的性别不平等问题，给那些承担照顾责任的人更多的支持。只有这样，支持生育才能从一句口号变成一种真正的社会进步。第一步是理解问题的根源。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全球平均每个女性生育约5个孩子，如今这个数字下降到了2.2个。在大多数发达国家，生育率都低于2.1这个维持人口稳定的替代水平。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原因其实有很多，也都值得我们庆幸。随着社会越来越富裕，女性获得了更多教育和职业机会，她们掌握了自己的生育决定权。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晚婚，甚至是不婚。而科技的发展也让生育变得更可控、更灵活。与此同时，未成年怀孕也大幅减少，大量人口搬进城市，但城市生活的压力却在加剧。高房价、拥挤的空间让人望而却步，传统大家庭的支持结构在瓦解，亲情纽带逐渐松散。育儿不但变得辛苦而昂贵，而且在社会中得不到足够的认可和支持。有时照顾孩子甚至要和旅行、爱好甚至手机带来了短暂快乐竞争。这些变化，现在的每个家庭都是一个缩影。我祖父辈没人上过大学，而我们这一代人几乎都接受了高等教育。我奶奶16岁结婚，17岁生下了第一个孩子，而如今我们身边20岁前当父母的几乎没有。有的人选择单身，有的专注事业，还有的只想自由自在地过完一生。从某种角度看，这正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结果。我们这个物种的悲剧是，生育本身的制度基础长期以来就带有压迫性，而一旦自由和富裕提升了，女性便有了更多的人生的可能性。这也是为什么在东亚国家，尽管女性教育和就业机会非常多，但因为婚姻和育儿还被旧观念牢牢束缚，反而让生育率崩盘的较慢。有一点我们不能忽视，随着一个国家越富裕越自由，生育率就越容易下降，这是人口学里屡试不爽的铁律。所以今天还在迅速增长的人口大国，将来也会很大概率走上同样的下坡路。在这种焦虑下，有些极端的声音开始冒头，他们希望通过复古手段倒车，限制避孕，反对堕胎，强迫女性回归家庭，甚至只承认异性婚姻的合法性。他们用恢复家庭价值的幌子掩盖对女性选择权的打压，这种做法必须坚决反对。我们并不需要强迫任何人生孩子就能让出生率回升。在很多国家，人们理想中想要的孩子数量其实远高于他们最终实际生育的数量。换句话说，人们并不是不想生，而是现实让他们生不起也生不了。只要社会足够包容、自由和支持，让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的育儿愿望，人口自然就会稳定下来。
更复杂的是，生育率下降的很多因素其实都是好事比如财富自由女性平等人身选择权这些成果值得捍卫。我们应该做的不是牺牲这些成就，而是构建一个能让这些进步和生育并存的社会。我们现在面对的最大挑战，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在继续推进社会进步的同时，设法提高生育率。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高生育率和它历史上的老搭档贫困、性别不平等、社会压迫彻底分开呢？解决之道绝不该是复古或倒退，而是要在一个自由、平等、现代的社会中重新思考家庭该是什么样子。那就有人说了，既然你属于鼓励生育派，那怎么不多生几个呢？我常常在想，孩子可能是每个人在人生短暂旅程中最真切的慰藉。家庭对大多数人而言意义重大，但老实说，生活里还有别的追求。我希望有看书、思考、旅行的时间，也希望和家人、朋友保持深层次的连接。如果我在20出头就遇见了理想伴侣，并且那时已有稳定的工作，说不定我会考虑生3、4个孩子。可现实里，机会、经济压力和生活节奏往往让人生育变得遥不可及。其实这样的故事并不特殊，我从很多朋友身上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况。养孩子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不仅仅是钱，还有时间、职业发展、个人自由。所以任何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都必须正面回应这些现实压力。有人会说，瑞典不就是个模范吗？确实，它提供了非常完善的育儿支持体系，包括托育补贴、带薪产假、多项家庭福利。但就连瑞典也没能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目前的生育率仅为 1.5， 可想而知其他地区的情况可能更糟。类似情况还发生在新加坡、台湾、波兰、匈牙利，各种鼓励生育的政策轮番登场，结果却都不理想。相比之下，法国的经验稍显乐观，虽然法国的生育率还没达到理想水平，但却以 1.62 的成绩领先于欧洲大部分国家。法国的做法其实跟瑞典相似，只是更加慷慨。国家每年会拿出国内生产总值的 3.5% 到 4% 来资助育儿，每多生一个孩子，父母就能拿到更多减税或现金补助，几乎等于给家庭发工资。美国也曾短暂的试行过类似模式，比如新冠疫情期间的儿童税收抵免，结果很不错，帮助了不少家庭。但可惜的是，这项政策后来被取消了，实在可惜。其实它完全可以恢复，甚至扩大。其他国家也可以借鉴这种方式，为年轻家庭提供真正的实在支持，而不是那种口头上的虚无缥缈的承诺。从全球角度来看，各国都需要尝试多种政策工具，认真评估它们的实际效果，并把那些真正的有效措施推广开来。哪怕每项政策只提升一点点生育率，加在一起也能带来重大的转变。而且这些政策不仅能改善生育率，从长远看也能带来文化、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方向，让住房变得更可负担，更适合家庭生活。年轻人只有能搬出父母家，有能力负担起适合育儿的居所，才可能认真考虑组建家庭。当然，仅靠补贴远远不够。经济学家指出，如果不同时增加供给，补贴只会推高房价。更有效的做法是取消那些限制多户住宅建设的分区法规，让房屋市场更有弹性。这时候，支持城市建设的人和支持家庭扩张的人应该成为天然的盟友。不过，光靠政策还不够，家庭观念和育儿文化的惯性非常强大。即使经济社会环境已经变化，很多人对该不该生、该怎么养的看法却没怎么改变。这也是为什么要真正解决生育率问题，我们不仅需要实际的制度支持，更要推动一种文化上的转变，让成为父母这件事儿不再被看作是沉重的负担，而是值得期待、可以选择的生活方式。哈佛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戈尔丁曾说，要降低养育成本，最直接的办法之一就是让男性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其实这话一点没错，虽然性别平等已经取得不小进展，但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异性恋家庭中，就算夫妻俩都在工作，女性做的家务依然是男性的2倍。等孩子出生后，差距只会更大。没有孩子的朋友可以想象一下，以你现在的家务量，瞬间涨3到4倍。与此同时，现在育儿变得前所未有的密集，
要安排各种兴趣班，盯着孩子学习成绩，关注心理健康，确保安全，还得随时随地的在线监管。也难怪越来越多人只生一个，甚至干脆不生了。当然，这里就会遇到一个矛盾问题。通常在大部分家庭中，男性都是这个家庭的经济支柱，如果再让他们承担更多的家务，那又怎样保证不会累垮他们呢？这里似乎只有一种情况，工作的强度与收入成正比。工作强度高的，比如那种体力活、时间长的等收入，必须能请得起家政来负担大部分家务。虽然这种精细化养育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对孩子的关注，但也夹杂了不少焦虑和误区。正如霍奇金森在《闲懒父母》一书中提到的，降低对育儿的过高期待，不仅能缓解家庭压力，也可能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除了育儿方式，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冲突也是生育率的杀手。其实职场可以完全更友好一点，想象一个真正为家庭设计的工作环境，弹性工作时间，公司里配套的托儿所，允许员工请假去参加家长会，甚至鼓励大家在育儿和工作之间找到平衡。疫情期间，美国远程工作的推广可能就是促使短暂生育反弹的原因之一。从历史上看，人类一直是依赖于合作式育儿，不仅是父母在带孩子，而亲戚、邻居、朋友也会一起分担。随着大家庭逐渐解体，育儿越来越成为孤岛式的任务，也变得更加艰难。但我们完全可以在现代生活中重新找回这种合作模式，比如好友合作、邻里互助，甚至是疫情期间流行起来的育儿小组，其实都是可行的雏形。当然，改变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不容易，但历史告诉我们，文化常常是随着物质条件变化而改变的。比如政府可以通过补贴鼓励企业调整制度，让职场变得对家庭更友好。那么人口的问题到底有多紧迫呢？答案其实很清晰，没有哪个发达国家在生育率跌破 2.1 之后能成功回升到替代水平的。一旦错过窗口期，后果会像滚雪球一样累积，每推迟1年努力，未来的难度就会更大。但也不必被末日论吓倒，人口危机的冲击大多要等到22世纪才真正显现。我们不该因此掉以轻心，也不必陷入恐慌。现在最重要的是冷静的、科学的、系统的行动。我们可以采取一套双轨策略。第一轨，推动低风险高收益的政策，即便他们在短期内未必能显著提高生育率，但起码能改善社会结构，减轻照顾者负担，比如延长带薪产假、扩大育儿补贴，增加可负担的住房供给，鼓励男性分担家庭责任，改造工作环境，适配家庭需求。这些政策本身就值得推行，哪怕是不为人口目标，也能让社会更公平、更具韧性。第二轨，投资高潜力、高风险的创新方案，比如探索合作式的育儿社会机制，加强辅助生殖技术的研究与普及。更远期的可能，人工子宫、AI 育儿助手，这些构想可能听起来很前卫甚至有点未来主义，但他们确实值得我们投入科研与伦理资源，认真评估和理性讨论。当然，这样的努力也引发了新的问题。如果性别角色的分工不改变，那么鼓励多生育很可能会无意中加重女性负担，让她们更难追求职业与个人发展，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我们还需要更深入的探讨，在什么条件下多生政策是有效的，又在什么前提下它在道义上是可以接受的。这需要哲学家、伦理家与政策制定者通力合作。归根到底提高生育率不仅仅是为了让人多一点，更重要的是保住社会前进的引擎——年轻人。人类历史上每一次伟大的技术、文化和道德进步背后都有年轻人的身影，他们是挑战旧规则的先锋，是提出新思路的主力军，是驱动社会更新迭代的关键。如果我们想要继续进步，就不能让这个问题成为只有极端主义者在吵嚷的话题，它值得被更多人的认真对待，用理性、宽容、人道的方式去应对。我们要寻找那种能让社会变得更好，同时也能鼓励育儿的办法，不是牺牲自由和平等去换人口，而是想办法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毕竟整个人类的未来，甚至包括那些我们未曾迎来的孩子，全都取决于我们今天是否做出正确的选择。没有一个孩子在今天出生就能承担起明天的所有责任。面对人口下滑，我们可以选择恐慌，也可以选择思考。我们可以回到过去，用强制和压迫催生未来，也可以走向前方，打造一个既自由又愿意迎接新生命的社会。不是每个人都要生孩子，但每个社会都应该值得人们愿意生孩子。
我们不需要一场多资主义运动，而需要一场关于人类未来可能性的深刻讨论。年轻人是社会的心跳，他们不该只是统计数字，而应是我们愿意为之设计制度、改善文化、重新定义生活方式的核心动力。我们是否能守住这个世界的未来，不只是人口学的考题，更是道德、政治、文化乃至人性的终极试炼。答案就写在人类自己的选择里。